OK， 嗨，大家好。嗨，然后我们今天是来玉来婷这边，玉婷哥，资深玩家玉婷，别，多玩了2年，还很菜。换来这边的神秘洞窟，然后一样，我们今天是来开粉碎跟破坏系列，然后这边也是最近这边都开始变12条了，然后所以就是来开看12条。那我就先咯，先开 LC 卡，开 LC 卡。这一次 LC 是20战警20红浩克嘛？对，那只对，是官网这一次大力推的一波。哎呀，是 Juggernaut， 这个是旧的 Juggernaut， 旧的 Juggernaut， 也是红。红的 Red King Red King 啊，红对了，我也跟我那条是对了，感觉跟我那箱很像吗？又来，你那箱是不好吗？还是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就是阿斯加双人组哦，因为也是 Red King 跟大麦克，对，那2条，对吧？现在变12条以后，那就越来越难撞，没错，单抽要出奇迹的机会就变少了。第一条就直接撕了，哇，真的是粉碎呢，真的是粉碎了。我来看一下第一条，包包纸，马上就包包纸了，直接收工。我靠，是钢铁人钢铁人不错，钢铁人，这一次的直接收工，其他的应该是东尼斯塔克。好了，剩下就是轻松开，在这个地方。好，其他的就是这只通尼也蛮有趣的，通尼好不错。第一个这个造型很漂亮，然后还有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其实自己还有做出那个触控荧幕的感觉。这次造型都做得不错。因为他们南横也好像蛮长时间没有出这种给关键字的角色，而且是给算是，而且 Scientist 算是一个很大量很多工具箱啦，因为很多包含不管是反派啊还是超级英雄都有科学家的关键字嘛。那加上它可以给 Stark Industry 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你可以选的东西太少了，但它也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能力，包含像以前的阿诺·斯塔克嘛，它都有那种距离变12还是变8，对，那种超远距离的狙击能力。对，但是它搭上这种减伤以后，其实是可以让 Stark Industry 的存活率变强。那本身又是贵了点，但是它的辅助能力是蛮强。还有一个 Stop， 那个 Stop。对，那个 stop 就 stop 在伤害格，没错，不会被飞马妹对秒，也是很猛，真的是很不错。看得跟我那箱不一样。那你放心了吗？刺激了。台湾有没有还有什么宝藏想开的？这不是一个，又是一个装备。铁球，想要开撞墙那几只。哎呀，哇，马上就结束了。我现在是2条，直接把这一箱开完。绿圈的毁灭者，对，绿圈的毁灭者，我也开到一只毁灭者的270分，这也是现在的已经是玩满分的。大家都流行出高分的怪兽，这个也是绝对有高分怪兽的潜力啊！找一个阿斯加德可以搭的东西，不管是索尔啊，就基本的。好像是打2 up to 2最多2个，然后2个能力都可以用。2个能力可以用，那就是看你想要给他哪一方面的。对，他总共可以他好像也不太需要，他本身就可以防穿伤。但我会给穿伤，因为他只能学那个 attack 跟 attack 跟 damage。5格射程，超高音速减半，还有3格。从跑9，而且这样子他是不是还可以装装备？他不行，不是，他是巨人，对，巨人。但他可以装神相关的能力。不要再装神了，就是你们这些家伙天天装神，因为他的分数超过了，天天装神才让你的 Sideline 位置现在只剩4个啦，剩一半啦。太好笑了。Sideline 直接变一半嘛？对，变4个，3个还是4个？3个还是4个？好像每100分1个。对。是你们这些坏分子，到现在还是没东西。绿色的吸收员你凑齐了吗？我5只本来就有，只差确实那一只。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这系列其实官方有点偷懒。是假的？他出了超多2P 色啊。哦，对，
但是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一直被诟病的，就是换个姿势，或者甚至我换个头，换个颜色，它就是一只新的模型。这个就出了5只颜色。但是这个系列蛮多啦，它算是变相的有一点拉回了近战角色的强度。因为之前嘛，我们知道在有一阵子能力通膨，然后加上再后来又地图缩小，所以它变得说它把你的移动能力其实都压得蛮烂的，然后加上地图缩小，你没有那种快速移动能力的话，你很容易马上被对手猛射一顿，而且旧时代的东西射程会超级远。对，他这一次给了非常非常多的冲锋不减半，可是你的 A 啊，这只也是装备，装备其实也很强，装备其实蛮强的。Arcade 这个是蛮特别的，它是搭配这一次的独特的那个就是特殊地形，就是陷阱那些嘛。但是目前看起来太被动了，因为陷阱几乎都是要在你的回合开始的时候，对手要在那个陷阱上。没错。基本上有点尴尬。对手如果是个正常人，应该是不会踩在上面。这装备其实蛮不错的。犀牛也是个换给所有的邪恶六人组，蜘蛛死敌啊，蜘蛛死敌冲锋的能力也不错。它本身自带有高分的话有 Furry， 但是邪恶六人组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75分比较强，75分，但是你又想要上到5个人6个人，特别是你觉得想要还原的话，那50分的强度就真的收手，真的尴尬。不过上个系列蜘蛛人倒是出了一些蛮不错的邪恶六人组，像是八爪啊，对，或是确实都不错，那个神秘法师之类的。我的第一只 SR。这是 Harpy， 然后有它的一个地形。我的第一只 SR 是这个，那只不错，这个地狱 Cinder， 蛮特别的能力。还有一个地形。就我不确定它那个火焰指示物有没有办法跟那个20系列的不行。他们这一点其实我蛮头痛的，就是他常常会像是 Tutorials 里面有写你升 Grave， 那后来的一些系列也说我可以升 Grave， 但这2个 Grave 好像都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因为火焰指示物跟20点那就蛮强的，它毕竟它对火焰有无视距离的剧毒嘛，虽然说剧毒本身就是一个不怎么样的能力，而且要给穿伤就可以，全伤穿伤。那你又移动后，你又不能给剧毒，但是它是一个蛮特别的，算是一个不能说是算弱化吗？弱化的秘术，毕竟它没有穿伤，但它是打2格内所有敌人。对啊，你说它弱化吗？它好像又不能算弱化，主要是它全穿伤，全部伤害都变成穿伤，我觉得这点蛮厉害的。对，它的反弹也是穿伤，对，它分数不高。以55分5滴血，它慢慢现在又开始感觉校正回归。对啊，这血量不会像之前那样子那么夸张。我看到一个之前稍微有瞄到蛮有趣的，就是028的 B 这个 Goliath， 我是 A， 这个是可以把你的墙再盖回来的东西。对。然后本身它 defend 啦，对，defend， 然后你所有被正常体型的打都会加1防，不差50分，然后数值也算不错，蛮漂亮的。但把墙盖回来这件事情真的很北蓝，我觉得不错蛮北蓝的。然后尖叫羊 A， 尖角羊也是这一次蛮有趣的。其实你也不用真的凑 AB， 它光是一个西型阿斯加可以。计程车功能那就完美。对，它西行是做一个有 action 嘛。其实我还在看另外一支，就是这个系列气旋，气旋也是不错的辅助角，它也是有西行2嘛，然后还有一个念动力，然后又可以免费移1格，等于说它把所有的你会想要的一些移动能力都拉回来，都富有。模仿大师，这警长莫名其妙很厉害。大师，我是警长，莫名其妙超强。你说那个 Diablo Officer 也是一样，分数低，那能力好，那他就有出场机会。30分，然后他有个 power 是 range 变成6，然后穿绿又好像穿红穿绿吧。
然后做一个远程攻击。 One shot， 我前面好像都没有看到 one shot， 这是 one shot 卡，好像量蛮少的，好像2-3张而已。我这边看到2张 You won't like me when I'm angry， 红浩克有几张我觉得还不错。友军受伤的时候 ，After Resolution 你可以选择使用，然后就是那个受伤的角色可以用 Battle Fury、Close Combat Expert， 然后还有防弹。对啊，灰盾。然后另外一个模仿，这个是谁？友方的 Terror Marker 被摧毁的时候，如果他是有分数，你付钱了的话，对，你可以从友军身上移掉总和最多3个 action token。真的假的？所以等于是这个东西，像这个有分数的地形被摧毁，对，被摧毁的话，就可以，那也不错。还没吹到，也还没有绿圈，有绿圈，我还没绿圈，还没绿圈，我靠！哦，第2个哇，是今天有稍微看了一下，是蟒蛇，蟒蛇，哦，这是那个地形 Snake 还不错，它会踩，它会被摧毁的时候还会叫蛇出来。这个也是我今天在看数值的时候，我觉得蛮可惜的，就是它给了很多正面的能力，那该有的都有啊，就每个都普普。没错。加 Reach 3，不错，冲锋基本。那防御面有能量护盾，还有防弹。你这是有给你防御，那你也不怎么样，灰盾而已吧。对，但它就是分数不高吧？分数60分，这个血量是很多的，60分总共有8格血是很多的。它击中的话，它可以给打中的敌人一个 action token， 然后再根据他们的 action token 打相对应的伤害，就看起来好像很不错，但是实际上，有它近战穿伤，前面的格子有近战穿伤。那你说它会很强吗？我不觉得。但是有，这是一个60分，你上它好像对你的队伍也没有什么帮助。对，然后你说它不弱吗？它其实也蛮强的。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Arcane 的可以配的地形，这是一个蛇坑。第一个，它本身是打穿伤啦，你站在旁边它是会打穿伤的。然后再来，你要拿来摧毁它，你也不好，你就是把它这种地形，大家目前的感觉就是，你就是把它丢在你的队伍脸前面，或是你先算好你要站的位置，第一回合要站的位置丢在附近，逼对面如果要来威胁你的话，他就要吃到一点负面效应。要不然就是念动力先丢到对方脚下，你用近战角色冲过去。这个就比较辛苦啦，因为它都是 beginning of your turn，对啊，所以你要启动念动力的话，就要花一点功夫。有些好像是负面影响吧，好像是我要的大麦克。哎呦，居然！我这次也是觉得红坦克强，红坦克蛮强，不能回血是有点不能回血，但是你基本上双伤打他就是一滴，他又是456的滴水，大麦克，所以本身是绝对是强的。分数高，225分吧。没关系啊，现在这个环境大家都在上高分怪物，高分好像对不起这个游戏，对不起这个游戏。卫服也是上200，卫服也是尴尬，升一个水，然后可以拿水揍人。Furry side step 就这次还是以近战角为主力。它有145分啊，那145分相对就比较没那么。145分可以，但是你会看到它的数值其实是断崖式的下滑啦。对，伤害倒是可以，但是防御面，因为它本身的防御面其实都是来自于那个信号给。对。可是145分就有一个方式让它双装备了，因为你过225摩登就没办法使用了。对，因为摩登就200分，最后一条，我不会没有绿圈嘛？我一撒只有2个得比，那就应该在里面了。绿圈一撒，如果有绿圈一撒的话，是那一只，你刚刚说到的那一只。哦，气血对。气血我是觉得蛮不错的，没错，都开到一个地形，这是落穴不错，落穴好像是站在上面，我忘记会后血还是什么，就是攻击和移动减1，然后要突围，然后要强迫式，只要一定要突围，对。那如果对方摧毁它的话，就要吃一点不可避免的伤害。后一条，目前我也只有开出2 SR 引力圈，因为我没有装备。最后一个是灭火器，那只不错，我开了2只。Titania，
这个我觉得它变相是逼你要跟 Brute 组啦，但是它是一个可以接受的，但是跟红坦克就没那么搭。它跟其他旧系列的蛮搭的。对，残忍关键字。但它 counter 的它算是在如果这个系列打线开，它算是很靠北的角色，很歪啊，因为你几乎全部人都会有什么超级力量啊 ，Cosmic Esper 啊，然后全部没有的很少啊。对，打他都扣1点，没错，都没有所有的 Brute 打他或 Brute， 真的假的 Brute keyword， 只要没有 Brute 没有是。他要是打 Brute 单位的时候，你有超级力量或者是近战专精，就会只能打1伤。我想开到红黑笔没看到。红黑笔就是那个有点像之前的那个绿色大脚怪，对，就是那个摩托车，也很像那个摩托车那个系列的有一个绿圈大脚怪，就是。我没有装备，我开到这个是灭火消防栓是。它应该有能力吧？我记得有，不能移动嘛，对，你不能捡起来，然后用 Force Blast 可以升。你推的那3个都会是水，很奇妙的一个东西，就微妙，就是它的给的东西都少少的。对啊，它这装备是不是也很少？站在上面，装备我这边就2个，这个球跟毁灭者，我以为。LC 卡跟我的一模一样，会不会跟开到一模一样？对，其实不错啊，有红坦克，红坦克应该还是这个系列数一数二强的东西。破强系列我觉得不错。然后另外有一个可以升那个阿斯加的那个，可以升传奇地形的那一只角色。传奇地形就是 chest 的最后一个号码。哦。死掉50分，然后前2次被击倒会换到不同格子。然后一个远程，一个近战，一个辅助，那个也蛮烦的。但他就是他被打死，就是不会被碰而已。他的地形会被击破，击破之后他就会吃1伤，那吃1伤之后他的素质就变很低了。对啊，那一只对，但他可以活3次，他可以活3次，但原则上应该是你不会去碰它，因为他说数值变低嘛，他也会数值低下去，还是会给 support， 开得不错，对，我很满意。我今天好像有看到另外一个，就是Goliath 的这一支的 A 在我这，我记得 A 我觉得蛮有趣的。我看一下 A 的卡片。第一个，它本身是巨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只要意志力成功，它就会变成巨兽。那你也知道巨人这个东西意志力成功没有很难。你说变拳头那一个巨兽，变巨兽，哇塞，变巨兽没有很难。那它是只要是巨兽状态，它的地震就是3D， 就打 3D。打 3D。但是它的重点是在于，我觉得它本身它是一个30，它可以用小分上30分。我大分主要是大分75分也可以接受啦，但30分无所谓啊。我至少是一个合格技能车，然后再来 Avenger、Scientist 都算是不错的关键字。那本身带 Empower 就是近战额外加上，带人家过去揍人的。那你要上75分也可以，但是75分你就会想要它会是一个更全面的打手。但是30分换一个4滴血的打人很痛的东西也不错。对，但被打死也不会，被打死也不亏啊，不亏。对啊，这个也是这个强。装备不错，这次我觉得装备也是大奖之一，很厉害。没错，加2防，不管没有条件加2防，然后变巨人，没错。看你是要给绿圈黑豹装，你就是没有办法用卡视野去处理它，你只有办法用射程去扛，或者是装在那个收藏家的红坦克80分内红坦克上面。哇塞！但是你还是会比较想要装宝写实啊。可是宝石的话，它那个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启动破墙的话，对啊，它就不能有穿伤，它就没有破墙穿就没有穿伤。对，那这一次的红坦克也可以，这次红坦克好像可以装 Modern， 不，你除145分就不一定要 Modern，145分你可以把它硬是拉回到20分啦，对。但是你想，如果你现在主要是现在 Modern 打的少，对，145分，他其他能力其实都没有被减弱，打一个该有的还是在。对啊，就是直接 power 的 move 就好了，甚至你也不一定硬要说我要装2伤或是变巨人，因为这只红坦克的问题是你变巨人，你的地震
因为它是 make a close attack，所以它对于没有那么有帮助。那它的强度是在于它做一个那个 power 的特殊攻击，它是打经过路径上的人，所以跟他是不是巨人其实没差，是不用分伤对不对？不用分，就是全揍啊，全揍一下，全部人都打3伤啦。哦，全部人都 instead of 3 damage 嘛，然后再依你想的方向击退。那老样子没有穿伤，没有穿啊，对，没有穿伤。老样子没有穿伤，对。那本身虽然有地震，但可以看到它的特殊移动格其实是没有给冲锋那些的，所以这只红坦克你说它弱吗？我不觉得它弱，但是说它很强吗？我会觉得兽王家系列那只红坦克比较强，其实在载智力上会比较强。那这只是真的非常硬，非常硬。好像被打它也不会扣到太多血。第一个它滴水嘛，那滴水大家也知道最好处理的方法用它的免疫之取好，那滴水最好处理的是什么？用穿伤处理。那只要你穿伤打它，恭喜你哦，它最多只能扣一伤。老样子就飞马美队还在的情况下，那它就是会被剁。但是你飞马美队打它20防不好打破。你美队的天生能力值有点低，它顶多可以加13吧。对。那再加上或许这玩意儿，你上145分，你可以考虑我要装铠甲的话，我装第2个。对啊，装第2个。我给他近战专精加坚韧，也加1防就好了，变19防，19防也够了。我还是觉得有点浪费啦，不上高分的话吗？因为以这个装备15分，你会期待他拿到更好的东西，不如就是摩托车也可以，摩托车还不错，摩托车冲锋、跑高音速，或是给2个移动力，让他的变10，额外的撞人可以走10格，多2个。而且2个移动力是不是还有给跑步远程？2个移动力好像是给近战盾还是远程盾这样子。你说的是 Hellbike 还是普通摩托车？Hellbike。我有点忘记。Hellbike 是给远盾，然后普通摩托车是给近战盾。其实有滑步其实就不错。红毯，而且这只红毯好像是不是少有的？它没有 Battle Fury， 它没有 Battle Fury， 它不会被会被心控啊，危险啊！就你们这些城里人都脏，要么就要装情绪控制器了。白银的环境还是百家争鸣啦。对啊，对，没有战斗狂怒很危险哦。还是蛮麻烦的。会被心控就危险。那如果是你说哪一个能力？心控。你说心控，那是幕府，那是幕府，那是一个 power， 心控不能用 power。那如果他被那个有一个9头蛇的装备，梅杜莎那个头打到的话，心控到，他写说你可以用 power， 对。还是不对，他好像是写你可以用大写的 close 或者是小写的 range， 大写的 range 或 close， 对，那个东西可以让你用 furry， 但这个不行，对 ，power 不行。然后你讲的另外一个是做一个 free action 的话，那个 free action 是指你可以做任何事情，close move range 都可以。free action 是他的能力吧？好像今天开这样子，好像完全没有资格说开的不好。这个应该很棒啊！好久没有开到这么不错的，这一支就够了。上次兽王家也开得很好。兽王家那一支红坦克主要真的是很猛。绿圈的 Destroyer 是真的很强。他有什么神比较适合装给他的吗？他本身的单打能力已经够了，你给他恐输吗？加击控，他后面有击控啊。对，但没有了，就是只有某2格有击控，我就当他不存在。恐输击控加Previous 还是270分最好。就是装巴斯特。巴斯特智取跟意志力跟智取其实也没什么太大作用，不然就装花神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神要求要是那个啦，就10分的 Animal 或 Asgarden 啊，一定要啊，他是阿兹加，他是阿兹加，那就0分不用钱了。他每回回一滴血吧，我记得。没有，花神比较特别，花神是跟一般的那个神是有差距的。其他神是，如果你是信使，你可以免费装。那这个还有，它是你必须只能装给 Animal 或者是阿斯加，你所有指到它的视为隐蔽，就是绿格啦。然后回合开始回一滴血，但是你 Killer Action Token 的时候，它就会吃2点
对，不可避免伤害克林。的话，但无所谓，他巨人，他是巨人，对，他不太可能被 clear， 所以除非是绿格，对，除非你运气真的很差，都没踩过意志力，可是你就不要清除就好了，在原地也不会被打死。不要你只要休息就 clean 啊，就不要休息啊，那回合就不要休息。你有可以选择不要休息吗？不行，所以你2片的情况下一定要休息，对，一定要 clear， 一定会休息。那就是要配有领导力在旁边帮忙把片。其实像那个啊，花神的叫他出来这件事情，其实是很烦的。所以是可以叫他出来啊，他可以啊，附身角色 KO 就出来了。附身角色 KO 嘛，你可以把盖亚叫出来，而且是在第一个写。然后那一个 This game at the end of 不行，你每个回合都要吃3点穿伤，好像跟死人没什么两样。他吃3点穿伤是所有的全对，那他不会死吧？他不会吃吧？他会啊，他全对啊。他自己会吃。All friendly character 就吃3点，不是穿伤，是不可避免的伤。那他自己会吃吗？会，他自己会吃。那他自己会再回血？不会。他可以回血啊，但是你没有办法让他回血吧？Begin of the game 升3个 Hinder Terror Marker in this game， 还好啦。但是如果他是阿斯加这件事情，那就不一样了，直接附身一个涌动。那基本上你如果选的阿斯加的角色，你要选个吸血也没那么难，能量吸血也没那么难。我自己是会选择穿伤跟远程战斗专精的角色。这个要想一下，这个我还没有认真配。如果是满分的情况下，如果是小分的，可能就会配近战专精。伤害可能配个精准，我觉得刀爪精准比较实际，而且它的弱点其实是在中间这一段啦，中间这一段。因为它白壳防御蛮强的。对啊，天生就是高啊，都270分嘛，而且它从头到尾没有低于18过。没错，你打它就会像当年打沙诺斯那种感觉。真的，再减个命中就完蛋。队友带个情绪控制器再减1命中，基本上就快打不动他了。是有潜力，因为它的关键字中规中矩，有神，有 cosmic， 有 armor， 有 阿斯加，都不错，都算可以。armor 应该可以配他吧 ？armor 可以加高钢铁人，钢铁人60分，那他150应该是配不上去，除非拿摩登就可以。但是 armor 有脏东西可以玩，一直以来都有哈，我只要有关，我就可以让它变蜘蛛人。哦，真的靠。然后阿斯加的问题，以前的阿斯加都不强，对，或是一样的状况，分数太高，不管是以前我们说奥丁啊，或是一些能力比较强的雷神，分数都很大。那神也是类似的，神没有好用的辅助角，只有在以前有那个监视神的那个组织嘛，那个白衣女有神的关键字，一样就是没有好用的辅助角啦。那你组起来就是菜刀队，对。Armor Cosmic 也是一样，很久没有给好东西了。它这几个关键字，除了 Armor 以外啦 ，Cosmic Deity 的问题都是。神的话，黑心不错啊，之前升小兵的黑心，他也是神。75分也是偏高，副打手75分也是偏高。阿斯加有25分的那个黛西吧，铁迷惑跟智取，那个是第1加系列，迪士尼系列，那个不错。阿斯加应该是比较好，阿斯加比较容易组。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环境，先考虑白银的构筑，白银的主题的话，阿斯加它绝对是有。再加上现在的300分强者一个一个被 ban， 我也想过让他配那个之前雷神系列有一个那个夜魔侠拿剑的。你说对，他会给阿斯加的关键字角色有超人管，对，然后他的击控是不看距离，他是不看距离还是不看火线？不看火线，他距离内就可以击控8格。不然雷神那个系列的东西，换人的雷神，不过这一次的好像2个角色可以做换人嘛，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吸收人，对，吸收人这次换人的条件蛮特别的，很多，每一个换出来都是不同的能力。然后再001的浩克嘛，你可以换004，那个要打死人30分以上。然后我记得模仿大师是也可以换人，还有 ABC，但模仿大师换了 ABC 也是没气他是阿卡啦，很难开，他问题是开不到，不是你不能用。因为模仿大师 ABC， 我们来看一下模仿大师好了。好像
他以65分这个能力，数值都不错，12攻到11攻，然后17、18防，伤害32，然后他的能力会变成基本上近战型会带近战，我的是 B。近战型的伤害格会是近战专精，那远程的伤害格是它是给穿人射击穿人和3个命中，3个命中，3个闪电，所以它好像被换出来，大家都会有一些额外效果。一个是近战型是换出来可以用 Propelability Control， 然后远程是换出来对手不能击控它。这还有一个，这是 A、B、C，C 是辅助型的样子。但这次的这种状况就比较麻烦了，你不像以前就是爱换就换，对啊，不然的话，其实吸收人蛮强的。如果你凑满整队，因为它是3D 这样子回，但是塞奈变少，实在是很难救。没错，就再放神啊，再放神啊，神才卡一只还好吧？没有你忘记之前的国外的那个主题那个大赛的队伍，每个不管怎样。神3本柱就卡在塞奈塞3只，孔苏、河马、鳄鱼3个先塞进去。鳄鱼给不是吸血跟中毒是河马，河马是 support 跟智取是吗？对，我有点忘记，鳄鱼还是对鳄鱼，我开到的是鳄鱼，我也是开到，但给吸血跟中毒，所以就烦。虽然孔苏还是比较强啦，辅助还是比较强，辅助真的超强，但河马真的。河马就莫名其妙，算了，放在贵。孔苏还是比较贵吧？孔苏还是河马后来再涨上来。河马贵，一开始好像是大家孔苏的价格比较高，孔苏价比较中因为最强的被 ban 了，最强的克苏恩被 ban 了。感谢今天小管那个屈尊来小弟的狗窝，这个开真的不错，真的开不错，东西都蛮有趣的，只是我没有绿圈啊，可惜了。但是有这一支已经算是绿圈加，确实也不错。气拳强。蛮喜欢这个角色对，阿斯加在，但他不能被吸血啊。对他是以体型问题啦，他是用吸型这个方式去触发他的能力。对哇，这个东西再被吸型，谁可以玩？可惜啊。但它可以变电动力吧？它是单体版，可以。哇塞，它可以变电动力。那这种机动就变。羊的能力加分数，羊的问题也是你基本上你也不用想上2只了啦，上2只它的卡100分有点尴尬。虽然我记得它本身的数值其实不算说差，它可以打架，一个是靶片，一个塞片，一个靶片，但是它的能力就是算辅助，可以揍人，但是就是不能期待。但 B 的话，好像它有一个特殊能力是直接 free 把人家撞开。你说直接做一个 knockback， 对，撞3个就送的嘛。他好像比较没有就送的嘛，你可以考虑把绿圈黑豹撞出去。没错，撞离位置在黄金。百家争鸣，绿圈黑豹超棒啊！因为现在地图小，基本上很容易被看到。应该讲扣掉那些旧时代的产物，你现在要找到一个6格射程以上，绿圈黑豹好像6格对不对？你要找到一个6格射程以上的东西，你还真找不到，不好找。所以他在配这个装备，基本上谁都看得到。没错，我可以看到，这是虽然说这是一个近战系列嘛，好像一路看过去没有一个角色超过6的，最多就是6，鹰眼最多就是6。这个问题蛮久了，因为小地图以后你压缩，但他们在旧角色的平衡上还是有点辛苦啦。因为他不可能去改变，他不可能去。动啊，像是这种 LE 卡，你看到的它也只有改能力，你看它的数值是完全不会动的，因为它已经印在骰盘上了。Red King Armor Ruler， 它也是属于单挑角，80分10滴血，全数值+2也是蛮夸张的。因为它的最后面，就是它跟那时候的老萨状况是一样的嘛，你只要被打掉前面3格，你大概能力就会断崖式的下滑。没错 ，Side Step 冲锋巨人是3，穿伤加。后卫的可以用，但前提是要找到棋子。这种东西还是只能跟卡尔拿了。卡尔什么都有，卡尔好像也有买这只荒野鹤。他这只这很久以前就有了。这旧其实他应该基本上很早就都已经买好了，能力不差，但是很奇妙、微妙的一个能力。他就是一样嘛，他跟这只荒野鹤其实很像。弱版的这一只，他有好有坏啦。因为他是打所有临街的，他是打所有经过的人，
像这种能力我就很不确定，说他这样打下去到底要不要分伤，因为他其实不是用闪电，我觉得不用分伤，应该是不用分伤。我觉得不是用闪电，应该不用分伤。就跟阿瑞斯那个塞刀爪一样，这个也是蛮烦的，它是强化版秘术，你用穿伤打他的话，他会弹你致命伤，不能防卫。对，不是致命伤，就是不可避免的伤害，80分，挡不住的伤害，还行，就是命中值低了点。目前看到最强的红坦克就2只，一只是之前那个 House of X 的那个直线冲锋不减速，然后4个内不能用，没错，不能用 Stop， 不能用领导力，跟 Perplex， 好像敌方不能用 Perplex 用的可以，但是数值不会加，不会加，不能正面 modify， 要离开他那个范围。然后再来就是再来就是双黄甲那一只，那只是那2只红坦克冲上去，这是舒爽，会出事，舒爽，而且那个还不限制，它好像也是直线冲锋，它没有，它不限速，它好像是本身不减半的10格冲锋不减速。但那个就真的很可惜，它就是它的设计原初就是要叫你绑 Blaststone，你不绑就不能不绑 Blaststone 没有破墙，那它的那个冲锋伤害就打不出来。有一个方式就是他拿着地形过去丢人，这样算穿伤吗？因为他已经破坏掉那个地形，就是他冲锋捡起来过去用地形攻击完。理论上是，对啊。但是他的写法是对所有临街打一个2伤嘛，可以。他是 F 的，但他是不是没有超级力量？他好像是不是 Blaststone 给的？好像没有真的。是不是也是 Blaststone 给的？好像是哦，好像是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好像是。所以他一定得绑石头。好了，没有超级力量，我们这边有了。这很尴尬，就是那个2伤到底要不要？有穿伤其实是有差的，就看到底是要打穿伤还是要打防御。那配这个是真的打不死啊，配这个装备应该真的很难打死，而且又是永动，对，就是一直堵。我觉得给巨人的优点还是在于它可以一直动，然后本身的白值又高，很可惜啊。对，但是你与其这样子，你有更多东西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。对，我觉得双家那只强是强在它分数很低，80分，本身就有80分能够给一线打手的强度，又硬，还防穿伤。你把很多角色踩个2滴那种，差不多了，他就很痛苦了。而且都是那种没有防的，会被踩爆。直接防穿伤，直接踩2滴。那我记得他还有超力量击退，还可以在顺便摔人。没错，强，本身就是强。你那个不要你再出个阵时，我就用踩的。没错，好，感谢小管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下次就是 DC 系列吧，我记得好像是绿灯，应该是绿灯。对，DC 最近就是没给，怎么样都是绿灯，没错，好像没有绿灯之外的东西。阿扁很久没出了，上次出过就应该不会。上次那个 Batman Team Up 以后，他都出小盒的，没有出到一系列。我对 DC 的漫画比较没有那么熟，上次就是上一个是那个吧。就是实验大师嘛，然后再往前是蝙蝠侠，对，那再来 Notorious 先还是蝙蝠侠先？蝙蝠侠先，再来是那个再是恶魔昭彰嘛。其实灯侠有一段时间，灯侠超火，对。那上次的 DC 比较像是一个就是欢乐系列，巨兽欢乐系列，那什么时候换 Marvel 来一下？Marvel 巨兽应该一点都不欢乐吧？OK， 感谢，谢谢了，谢谢，拜拜。